教训，必须给宇浩争取时间。为什么帝天会杀入史莱克？与99级玄老大战，日月帝国众人看到帝天现身又是什么反应？在最新预告中，兽神帝天坐镇星斗大森林数十万年，向来不涉足人类纷争，为何会突然撕破和平盟约，强势杀入史莱克城？99级玄老拼死阻拦，他能打过帝天吗？这场大战最终走向了何方？有人觉得帝天是关心霍雨浩的安危，其实根本不是，因为霍雨浩冲击第2魂盒时气息彻底隐匿，连他早年种下的逆鳞都断了联系。在帝天的认知里，这基本等于人没了。而霍雨浩身上承载着的命运之力，是星斗大森林延续气运扛过天劫的核心筹码。人一旦死了，星斗的气运就断了。更让帝天慌的是，逆鳞是他掌控霍雨浩的手段，突然失效，意味着对方要么死了，要么有能力摆脱他的监控。不管是哪一种，都触碰了帝天的底线。所以他闯城根本不是来兴师问罪，是来确认控制权的，族群利益和平契约，在命运之力的掌控权面前，全都可以往后排。说白了，帝天从来没把霍雨浩当盟友，自始至终都是一枚必须握在手里的棋子。刚突破99级的玄老，真的能和帝天掰手腕吗？答案是从开战之初，玄老就没想过赢。帝天的阴阳互补第2魂盒是魂兽天花板级别的底蕴，人类的同位共振魂盒在凝厚度、法则感悟上本来就有差距，真以命相搏，玄老撑不了太久。玄老全程的操作本质上都是在拖时间，先拿传灵塔契约战道义，再编霍雨浩重伤休养的谎话周旋，最后逼不得已开战，也是边打边等霍雨浩出关。玄老燃烧魂力，唤醒饕餮血脉，也不是为了反杀，他是用龙族血脉压制换取时间，哪怕自己元气大伤，也要把帝天拖到霍雨浩突破完成。帝天最后动杀心，也是因为看穿了玄老的意图，对方宁死也要护着的人，肯定在做一件足以打破平衡的大事。也正是这份忌惮，让他不惜跪拜，借星斗大森林的龙神之力，也要速战速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场大战最容易被忽略的高光，其实是城外的橘子。别人看到兽神真身都吓得腿软，连钟离屋都忘了要趁机攻城，只有橘子一边冷静下令全军备战，一边顺手给圣灵教挖了个坑，用帝天的尸骸魂骨当诱饵，把钟离屋的贪念彻底勾了出来。表面是联手杀兽神，实则是驱虎吞狼，把圣灵教绑上自己的战车。危局里还能顺手不权谋，橘子的心智格局妥妥的顶级谋略家。正是因为玄老的拖延，霍雨浩终于成功出关，正式踏入封号斗罗境界。他出场最震撼的不是升级了这件事，而是帝天彻底看不透他了。在此之前，帝天对霍雨浩是监视，对方修为、状态、位置全都一目了然。可凝聚了阴阳互补双魂盒之后，霍雨浩直接跳出了帝天的认知层级，连修为深浅都无法感知。这也意味着，从这一刻起，霍雨浩再也不是帝天可以随意拿捏的后辈，真正拥有了和大陆顶尖强者平等对话的资格。他的出关不只是个人境界的突破，更是彻底打破了人类魂师永远追不上顶级魂兽的固有定律。整片大陆的势力平衡也随着这位封号斗罗的出世开始悄然倾斜。